阿根廷与中国枭龙战机的合作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这对于阿根廷有怎样的意义？巴基斯坦枭龙 Block 3战机具有怎样的性能？这对于阿根廷空军将有怎样的促进作用？巴基斯坦为何要引进枭龙生产线？我们都知道，关于阿根廷要购买中国枭龙战机的消息持续并发酵了很久，且此前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关于枭龙战机的订单受到了较大影响，因此一直被拖着，并没有完全达成合作。然而此前有消息称，阿根廷在经过多次考察后便决定购买中国枭龙战机，但有一些相关的细节还在谈判，以便可以达成更好的合作。这对于阿根廷来说也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有消息称，近日阿根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帕莱奥造访巴基斯坦，再度引发各方猜测。该国在对中巴联手打造的 JF-17 战机表现出兴趣超过10年后，采购案可能即将成真。据防务新闻报道，帕莱奥在伊斯兰马巴德会见了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艾哈迈德巴尔希杜，还有国防生产部长伊斯拉尔塔林等军方和政府人士。消息还指出，虽然帕莱奥是阿根廷高级军官，但在选购新战机上并非关键决策者，实际掌握决定大权的是阿根廷空军司令艾萨克。今年5月时，一支阿根廷空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代表团针对全面技术、模拟器使用和飞行等，在中国对枭龙进行了评估。而阿根廷在较近期的巴基斯坦国防生产部访问中，双方则讨论了国防物资生产的合作。此外，据阿根廷消息人士透露，官员讨论了在国内组装出口型枭龙 FC-1的可能性。除了部分零组件在阿根廷生产外，其他则由中国和巴基斯坦供应。阿根廷希望最后能对自家 FC-1战机进行重大改装。然而，阿根廷战略事务部长前顾问庞特并不认为帕莱奥进行相关访问意味着他们即将采购枭龙 JF-17。他指出，就个人经验看来，除非阿根廷国防部门签约并实际开始付钱，否则都不能算是定案。庞特强调，尤其是阿根廷目前经济危机相当严重，储备金低到危险，甚至有违约可能的状况下，对此他说，阿根廷政府也不太可能在没有政治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国防投资。而距离选举只有1年，执政党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任何成功的军购中获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华府智库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指出，阿根廷似乎想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最物超所值的战力，也因此他们特别考虑目前正在为巴基斯坦打造的第3批次 JF-17 枭龙战机。这款战机有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以及如霹雳15等长程空对空导弹，还有超音速反舰导弹等先进武器。因此，这将使第3批次 JF-17 枭龙战机成为英国 F-35B 和台风战机的劲敌。此外，有报道指出，根据阿根廷联合军事参谋部负责人胡安·马丁·帕雷奥中将近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和参观，以及其对外接受采访时的公开谈话来看，阿根廷对于巴铁的枭龙战机不仅非常感兴趣，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意愿。同时，阿根廷方面还很有可能在和中国洽谈关于引进改进生产线的可能性，以及期待成为中国武器在南美的地区代理商身份。这主要也是由于阿根廷对于中国枭龙战机感到十分满意，并且也已经考察了一段时间，其对于阿根廷空军来说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是由于枭龙战机的性能受到了外界的广泛欢迎。此外，也是由于其价格较为合适，没有像西方国家战机那样的昂贵，这对于阿根廷来说也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对此，阿根廷对于中国枭龙战机是格外的信任，也对中国战机有着充分的信任。此外，有消息指出，阿根廷希望得到巴基斯坦最新研制的枭龙 Block 3战机。据悉，枭龙 Block 3战机采用了3轴数字电传飞控系统，采用了 HUD 显示器，安装了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飞行员头盔瞄准具是中巴联合研发的 HMDS 瞄准系统。此外，为了改进对海能力的不足，机身导弹挂架重新设计，这就使其最多可以挂载9枚导弹。此外，枭龙 Block 3战机还安装了 ALJ-7A 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范围超过200千米，这就使其探测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这就促使其在空中将具备更大的优势，以便可以赢得战斗的最大胜利。在武器方面，枭龙 Block 3战机更是携带了中国制造的最优秀空空导弹的能力，也就是霹雳15导弹。对此，分析人士指出，霹雳15空空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200公里。如果再配合预警机，那么将发挥出更加巨大的威力。因此，一旦阿根廷获得了这款战机，那么它将会对英国战机造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在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加霹雳15空空导弹的配合下，阿根廷就能够实现超视距作战，在英国战机还没有发现阿根廷战机的情况下就发起打击，从而夺回马岛的主权。所以，巴基斯坦这款先进的枭龙战机将给阿根廷空军的发展带来质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快阿根廷空军的战略升级。这对于阿根廷来说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正是由于这款枭龙战机有如此厉害的性能，这就促使其有了更大的布局，就是其希望将枭龙战机的生产线搬到本国内，并由本国来进行生产，从而变相获得现代战斗机的制造能力，并在生产过程中根据本国的需求进行部分改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阿根廷这是想像巴基斯坦一样成为中国枭龙战机的代理，借用中国的技术，以此来加快本国战机的发展。而这样的方式，中国此前也只有在巴基斯坦身上尝试过，将一套完整的生产线铺设到巴基斯坦，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互利合作，以此来实现双赢。对于阿根廷这样的想法，其主要也是考虑到本国军费开支有限，只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最大限度降低采购的成本。此外，如果自己也能够对外经销战机，那么也就等于变相增加了收入。这么一来，就有更多的军费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这对于中国、阿根廷来说可能是双赢的结局。更何况，如果枭龙在阿根廷部分生产，阿方还可以借此获取现代战机的生产能力。因此，如果中国真的可以和阿根廷达成这样的互信合作，这对于中国来说也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以此将阿根廷打造成为第二个巴基斯坦，使中国战机可以在南美立足脚跟，以此来实现辐射整个太平洋和南大西洋以及非洲西海岸的目标。这对于加快中国战机走向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所以，对于阿根廷来说，如果想要尽快提升本国的空军力量，那么和中国合作将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借着中国的枭龙战机，极大提升本国的空军实力，以便可以与英国一较高下，能够将马岛夺回来。这对于阿根廷来说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也将进一步加快本国战机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这也将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